做模拟游戏的公司有一个公司绝对绕不过去，那就是Maxis。 他们做过的模拟游戏非常之多，早期的模拟城市、模拟地球，还有各种现在听起来非常抽象的模拟蚂蚁等等等等。但是真正给 Maxis， 哦不，准确来说是给 EA 带来巨大收益的，还是模拟人生。1991年，美国加州奥克兰发生了特大的火灾，模拟城市之父 Will Wright 的房子全部被烧毁，全家被迫从零开始重建生活，搬家、采购、装修、重新布置房间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开始思考：人为什么会购物呢？为什么只是换一种家具摆放方式，人的心情就会发生变化呢？吃饭、睡觉、社交、工作，这些普通人的日常，能不能做成一个游戏？于是他有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做一款家装模拟器。但是在1993年，当 Will Wright 正式向公司提案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太无聊了，没有战斗，没有胜负，只是摆家具、装修，就跟搭积木一样，关键还没有明确的目标。谁会愿意花钱过日子？这跟普通日常生活没什么区别呀。但是成功这种东西往往只属于那些不会轻易放弃的人。在那几年，他一边开发模拟城市2000，一边拉着唯一的程序员，偷偷在业余时间里打磨模拟人生里小人的行为逻辑。这么一做就是好几年，一直到1997年 ，EA 收购了 Maxis， 模拟人生才终于正式获得预算和开发团队。但有趣的是，游戏最初只是想做一个建筑装修模拟器，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，比起盖房子，玩家更喜欢看这些小人之间的互动，拥抱、握手、吵架、接吻，甚至只是站在那里聊天，都非常的有意思。这个就其实很像人类最原始的某种本能——偷窥欲。你会开始忍不住观察这个人和谁谈恋爱了，他们会不会离婚，这家以后会变成什么样。于是开发团队突然意识到，人才是游戏的核心。后来游戏加入了饥饿、卫生、社交、体力、如厕等等等等的需求系统，小人会根据这些需求自动决定自己的行为。于是慢慢的，模拟人生开始出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你既像是在玩游戏，又像是在偷窥别人的人生。而更厉害的是，它甚至连表现方式都在强化这种感觉。游戏早期采用固定视角的等角透视，并且可以旋转4个角度，能让大家误以为早在2000年就出现了这么完美的3D 画面。但其实模拟人生只有地面和小人是3D 的，树木、房子其实都是2D 图片而已，家具只是按照网格自动吸附的2D 图片，桌子、沙发、床永远对齐这一个个四四方方的小格子，房间就像搭积木一样被一点一点组装出来。这种设计原本只是为了方便计算机运行计算，并欺骗玩家的双眼，却意外创造出一种极强的秩序感。玩家获得的快乐仅仅是秩序，而不是赢，是把一个混乱的空间重新整理的井井有条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明明没有推进任何剧情，却能在游戏里装修房间好几个小时。因为模拟人生真正满足的，除了偷窥欲以外，其实是人类一种非常底层的欲望——创造秩序。尤其是东亚玩家会对这种玩法格外沉迷，因为除了现实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以外，也不能从头盖一座房子。所以你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组织一个理想中的家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壁纸？是不是希望把厕所扩大一点，弄一个巨大的鱼缸？于是你会发现，其实模拟人生和传统游戏完全不太一样，甚至和传统的模拟游戏也不一样。它不像铁路大亨，玩家希望将铁轨铺满全国，也不像过山车大亨，你希望赚足够多的钱。它更像是一个软件玩具，就像小时候堆了一盒积木，你可以随便搭，随便拆，随便观察里边发生的一切，任凭你的想象力。甚至很多时候玩家玩的根本不是游戏目标，而是在观察，在想象另一个人他的人生会怎样。所以后来网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玩法，比如和死神谈恋爱，或者把小人骗进游泳池再拆掉梯子。因为玩家其实真正享受的是观察系统之间真正的化学反应。不过这些网上大量流传的烂梗并不是这些小人有多聪明，而是他们创造性的把 AI 写到了家具里。它是效用理论，诞生自经济学。 NPC 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我现在要去冲咖啡了，他只有自己疲劳度到多少了，饥饿度到多少了这样的数据，反而是游戏环境里的家具不断的在向 NPC 广播。比如冰箱说我能提供50点饱腹感，距你5米；床会说我能提供100点精力，距离你10米。 NPC 的 AI 核心就只做一件事，收集全场家具的广播，然后根据自己当前的生理状态算一个分数，谁得分最高
我就去干谁。这就意味着告别传统 AI 非黑即白的行为模式，转而考虑性价比的行为模式。回头再看 Will Wright 当年的这个想法，他原本只是想模拟房子，最后却意外地模拟出了人类仅仅通过整理秩序、空间和关系就能获得极大快乐的装修房间、摆放家具、安排作息、规划人生、偷窥别人的人生。这些现实中再普通不过的事情，一旦被游戏系统量化之后，人们反而第一次看见了生活本身的结构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你以为你在操控这个小人儿，但其实你是在另一个可控的小世界里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。